这个钨事实上中国大陆整个它的储量是全球的53%，可是目前它的产量也是全球的78.8%，而且它的成本低于国际的成本，其他国家要跟进的话，那么从开采到一般外面说最乐观的讲法，从探勘开采到精炼生产，最快要3到5年。这个礼拜我们都知道 G7 峰会在法国召开啊，那么会后也发表了联合声明，7国领袖呢，除了在乌克兰议题上面达成共识，说要加强对基辅的军事支持，也要扩大制裁俄罗斯。另外 ，G7 各国也同意，2030年以前呢，不应该从单一国家进口60%以上的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G7 的领导人也承诺在年底前要制定具体目标。摆明就是针对中国大陆啊，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呢，彭博也立刻指出啊，说很多重要的矿物从开采到精炼，不仅技术的门槛高，环境成本也相当沉重。更关键的困难点在于呢，中国大陆在加工能力上还有产业的 know-how 是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复制的。所以呢，彭博就认为，如果要真正摆脱中国大陆在采矿、精炼、加工跟磁材制造上的深层优势，仍然需要多年的时间跟庞大资本的投入。另外一头也看到，美国国防部旗下的战略资本办公室呢，最近他们跟能源燃料公司 Energy Fuels 签署了一项金额是7.25亿美元的有条件贷款承诺协议，目的呢就是要扩大美国本土的稀土加工能力，希望降低对中方稀土供应链的依赖。好 ，G7 这次看到像是大拜拜的这个又开了一次会，好，表明决心，说接下来还要联手。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是针对中国大陆啊，针对北京要累积他们的谈判筹码。但是彭博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也说了个大实话，点出了难处，就是那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怎么看 G7 的稀土新战略，尤其是那60%的红线目标达得到吗？倩姐，它这个60%，当然你要看是什么稀土啊，就是重稀土是应该不可能达到，但是有一些目前譬如说在马来西亚啦或其他地方也可以提炼的，它或许有可能达到近似，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吧，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呢在开采部分是全球70%，我们都知道，可是在分离加工是90%，在永磁的原料部分呢，也是90%。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全世界从美国开始想要绕过这一条链啊，其实都碰到了很大的困难。美国最初做的就是，我想那个邬老师一定很熟，在 Mountain Pass 这个地方，这个已经废弃的矿场呢，那美国现在由国防部啊，也带领了各种各样的公司一起去入股以后呢，要在南部去建立它的永磁工厂。那现在它正在积极的处理，那是国家介入。那么另外呢，它也在外国，主要是在澳洲有一小部分在其他的国家用澳洲的矿产在别的地方建立分离厂，譬如说到马来西亚建分离厂。那现在呢，可能我最近看到它的那个 Energy Fuel 那个公司要去收购澳洲的那个战略矿产公司啊 ASM， 然后他们是要到韩国去建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想要去挪开这个稀土供应链的做法，多半在美国这个庞大的国家呢，它在国内试图的是在国内建立一个至少在后端做那个永磁的能量。那它前端只要能够找到一定程度的供给的话，它后端那个现在中国大陆占90%的永磁的部分呢，它可以增加一部分它的战略安全。是。可是其他的国家，你还是得要向一个国家买啊。你要到哪一个国家去买呢？目前就算是澳洲跟马来西亚的合作，或者是将来美国收购了澳洲，澳洲去跟韩国的合作里面，都还没有我们现在讲的是那种比较重的稀土啊，重稀土的部分目前还没有看到。那么其他的部分呢，可以在3年5年之内可以有一定的供应。所以这个60%应该就是说人类要去登月一样的一个目标，就是其他的国家希望我们能够登月。当然有人会说那登月2030就要去了，中国到了2027就要去了。可是你要记得，人类刚开头说要去登月的时候，我们还是在讲的是嫦娥跟吴刚呢。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未来的稀土从一个90%永磁材料，90%以上的分离加工
90%以上的重稀土的供应都集中在中国的情况之下呢，要达到其他地方60%是一个非常大的挪动，事实上也非常困难。是啊，稀土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还是至少短期内是没有办法你超越它现在所拥有的这个优势哈。而且我想补一下，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稀土它在分离的时候其实是个高污染的产业，可是中国大陆在科技上面也把稀土的分离提炼的那个污染程度呢也大大的降低，所以其他的国家如果既要维持他们的战略需求，又要维持它的环境标准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层的困难了。对啊，这个重点真的是因为欧洲向来就是以 G7 为主的欧盟、欧洲这些向来重视的是环保啊，那你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个环境成本，你需要有高级的环境能力，就靠技术，对，看你有没有办法能够有这种技术达到。那么除了稀土以外啊，还有一个就是矿产。我们先前曾经分析了，就是中方禁止钨矿出口之后，对于其他国家产业造成的冲击。那现在有一个最新发展，另外一种新的矿产就是叫钼啊，一个金字旁在一个眼目的目。它是一种重要的战略金属，它少量增加到钢或者是特殊合金当中呢，可以提高材料的耐高温、耐腐蚀、散热快速这些相关特性，所以呢，也因此成为半导体跟精密零件抛光制造过程当中的关键材料，并且呢，广泛应用在航太、国防、核能、石油化工这些相关的高温高压产业。而这个时候看到《韩国时报》有报道说，全球最大韩国这个一家唯一的阿尔蒙蒂韩国钨业公司宣布在江原道的桑东矿区发现了被称为是黑金的钼矿，预计这个储存量呢可以稳定开采超过60年。而目前南韩有超过80%的钨跟90%的钼都是高度仰赖中国大陆的供应。台湾这个稀有贵金属回收冶炼大厂他们的总经理吴永忠也认为说，钨跟钼这两种金属的特性是完全不同，不可能替代的啦。所以呢，他是持续看好钨的应用前景。不过我们提到的这个钼这边有张图表特别做出来给大家看它的基本资源，因为它熔点也非常的高，2623度摄氏度。主要刚刚提到了应用在钢铁、国防、能源、半导体跟电子产业。为什么说它是重要的战略金属？因为它可以运用在军事方面、能源方面、科技方面跟基础建设方面。好，重点还有一个全球的钼产量的分布，中国大陆是第一，而且比智利呢要多出1倍。这个储量部分的分析目前中国大陆也是排在第一美国第2，第3是秘鲁，第4智利，最后是俄罗斯。所以现在说发现巨大矿藏的南韩其实还排不到前5名。我想请教大使的是，南韩这样的放话，像稀土市场这个好像是预先抛出的一个利多，它背后图的是什么？我想稳定军心吧。对，因为钨跟钼好像可以那个鱼目混珠一下。因为这个现在三星跟海力士，他们在这个制造晶片，不管是逻辑晶片还是记忆晶片的时候，它制程中要使用的一个重要的光刻胶一个涂膜叫这个6氟化钨。现在这是很热门一个名词，6氟化钨没有6氟化钼，只有6氟化钨。钨还是重要的，钨还是重要的。所以这个钨，他们80%是靠日本2家厂供应的。这2家厂，一个叫关东电化工业，一个叫中央烧子这个2个公司，他们提供了这个韩国这2家厂的80%的6氟化钨的这项产品。那这2家日本公司已经正式告诉他的客户，7月1号以后永远停产，因为没有钨了。没有钨，因为钨是中国大陆对日本进行稀土禁运的一个重要项目。是，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大恐慌。美国也出面跟中国大陆喊话说，你这个还要网开一面对。那美国说，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从全球产业链的供应面方面来顺畅来出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对整个芯片的供应会出现大的一个波动，那投入一个极大的一个变数，那这个对大家都不利。不过中国大陆是断然拒绝，中国大陆说，外交部发言人讲得很清楚，
我们对日本进行这一些稀土关键稀土的禁运就是要怎么样？要断绝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再起，以及日本永和的企图。基本上讲得很清楚，所以看起来是不会恢复了。那钨不管是钨还是钼，我们还是归到这6氟化钨好了哈。这个钨事实上中国大陆整个它的储量是全球的53%，可是目前它的产量也是全球的78.8%，而且它的成本低于国际的成本，整个生产成本低30%到50%。所以呢，基本上中国大陆在这个钨的供应上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而且这个钨的整个里面比较精炼的所以精炼钨粉，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高端使用的一个叫什么叫重钨酸铵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是中国大陆的市场的占有率超过90%。所以呢，这个部分就变成这个中国大陆在钨的供应上是不可取代。那即使其他国家要跟进的话，那么从开采到一般外面说最乐观的讲法，从探勘开采到这个精炼生产，最快要3到5年。所以这个目前3到5年之间，国际的这个需求的这个买家是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对，所以呢，真的是被卡到脖子了。所以日本急了这次在 G7 也看到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在会中就表示说他非常的担忧。来，我们看到在画面当中他的说法是说他非常的忧虑中国对日本所采取的措施可能会对7大工业国集团跟理念相近的国家的供应链造成影响。日本没有了钨，非常的紧张。没关系，我们这里有钨，因为我们有钨老师。钨老师，我想请教，短期之内，如果中方持续的就是管制钨的出口，对于日本半导体，因为现在他们非常的积极想要把他们的半导体振兴可是如果没有钨了以后，后续的这个冲击评估。这个一定是有冲击的，那要想就用各种办法来补救，也一定会有办法。可是呢，这个都是时间跟程度的问题。那半导体呢，是一个从这个用材料这个角度来，用钨这个材料来讲，是一个成熟的部分，所以它已经用得很成熟。虽然这个钼跟钨在这个原子这个化学元素表上面是同一个6B 组嘛，我在想我们高中背那个化学元素表，对，它是同一个组6B 组，所以它的确有相同的化学特性。可是之前人家没有用钼，是用钨，就表示它有很多特性更适合用。那当你用这么习惯的时候，你要换成另外一种元素，就算它本来是相近的同一组，那你要花相当长时间。所以你刚刚讲说有没有冲击，当然有，它花多少时间换到超支或者是弯道超支，再补足这个部分都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蛮赞成刚刚介老师讲的，韩国政府当然先出来喊话一下，因为稳定军心嘛。可是你在实务上，产业界真的要能够用一个新的取代产品，让所有的供应链大家都要来配合，来补足半导体这个部分在使用上的短板是很困难的。虽然它要的量并不是非常非常大，要的量是很小的，可是呢，如果就完全没有，那你要做真正高端的，日本现在是希望能够做高端的半导体它的北海道那个 Rapidus， 它一开始设定目标就是2奈米所以要做很高端的产品，这仍然会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可能会被卡脖子的弱点就是短期之内至少看不出来有任何的替代性。短期没有，绝对没有那么容易的，绝对短期绝对没有。我讲的短期是1-2年，甚至2-3年之内都不太容易被短期是1-2年都取代的。对，你要做一个那个新的产品，你要花多少钱去测试，让它能够达到我们刚才在讲到良率、稳定大量生产，这个都很不容易的。所以总结一个结论，刚才3位老师都讲到了这个南韩这次特别说这个钼可以取代钨，但是我们知道是不太可能。您刚才提到也是时间的问题，也没那么容易但是就是那句话，喊出来。稳定军心就好。由日资企业所组成的中国大陆日本商会最近共同发表了意见书，特别指出呢，大陆方面管制稀土还有两用物资项目的对日出口已经影响到了部分的民生用品，也希望中方能够充分说明。那这一次呢是日本商会第17次制作意见书，总共征集了大约有8000家在中国大陆的日资企业。好，特别大家围绕在这个钨被管制那因为中方呢是从2025年2月份开始把钨纳入出口管制的范围，作为对美国关税的反制作为，并且呢在2026就今年1月，以军民两用的物项为理由呢，进一步严格限制对日本出口。
根据中国大陆海关总署的最新资料显示，今年2月到4月，中国大陆的碳化钨还有钨粉这些关键钨的加工产品对日本的出口量已经归零。其实钨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这边有张图表让大家了解一下钨为什么那么重要哈。钨的特性，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熔点非常高，3422度啊，这个摄氏度，硬度很高，耐磨，强度很高，也导电，耐腐蚀，高密度。那它的应用，它的用途呢，很重要的是这个啊，就是硬质合金刀具啊，像我们知道，有些车刀。然后呢，一些钻头，好，这个是用来制造非常重要的工具。另外就是高温零件、加热元件，还有呢照明相关、电子半导体也会应用到，还有就是航太跟国防，好，种种的。其实你会发现呢，钨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刚刚讲说耐高温、耐磨损、高强度啊，用在制造业、电子业、能源业啊，还有航太，好，所以表示呢，它其实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的战略资源，而更重要的一个是，全球大约有80%的钨产量是中国大陆所供应的，所以现在看到了日本方面呢，来画面当中我们看到日本的老牌刀具巨头富士精工，他们说呢，这个财年他们的利润预计会因为钨的管制暴跌88%。另外，像关东电化、中央硝子这2大隐形巨头也双双预警啊，他们说下半年的核心产线会全面停产，可见得中方目前出的这一招管制钨是真的有效，是吗，老师？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虽然现在产量很多，它目前包含高纯度钨以及一般的钨，在占全球的产量大概80%。可是虽然中国大陆的钨储量是全世界第一，但也不过只占了40几%，接近50%。所以因为为了确保这些重要的战略资源，控制消耗的速度，所以在从2024年开始，中国大陆就开始逐渐针对钨的出口做出口管制。那另外一个主要的在钨的管制，另外一个就是钨，它是一个军工上面非常重要而且一定要用的。就我们一般讲，坦克的穿甲弹。就是因为钨的特性，它非常适用，非常合适用来做那个坦克的穿甲弹。但是因为美国自己，我们知道目前像美国他们使用的最好的穿甲弹是平化铀。那美国为什么会去发展平化铀？就是因为美国自己钨不够。那美国因为核能发电，所以有大量的平化铀下来，所以利用平化铀。那平化铀有好有坏。那平化铀虽然它的穿透能力比钨还好，但平化又会带来辐射的污染，所以除了平化铀以外，接下来最好使用的，不管是子弹或者是炮弹，甚至是在飞机里面、发动机里面很重要的耐热元件，其实都离不开钨。那日本因为自己不产钨，可是日本在钨的加工上面在很早就在做，所以我们看很多精密加工的刀具，其实。坦克车的破甲就跟精密加工那个刀具其实是一样的，刀具也是要切割那个车刀、钻头这些，对，它也是要钻到很硬的金属里面去。那军事的用途其实是一模一样。那日本在做车刀这个部分，大概是全世界市占，除了德国以外，就这两家在竞争。所以当中国大陆在2024年到2025年开始收紧钨的管制出口了以后，其实对。库存对这些重要的刀具生产就会造成影响。那去年为什么比较没有像今年这么惨？去年因为2025年的时候，其实他们都还有库存。对。那它库存越用越少。对，用到今年2026年，就很多车刀其实已经做不出来，所以其实有好几家已经在，就是产出车刀的量在缩减。所以为什么会要涨价？因为它没有那么多钨的材料来。老师提到这边因为像住友电工啊、三菱材料最近也都纷纷宣布产品因为要涨价了要大幅涨价，因为呢这个涨幅根据资料是说直接突破了60%所以看得出来，除了找这个替代性的管道以外，还有就是那只能一直涨价嘛，还有没有其他的突围之道呢？目前因为日本本身是没有钨的，它只能从其他的国家。那它现在尝试想要从美国、加拿大或者是欧洲去进口，但我们知道美国自己钨本身也很少，那为什么
美国最近忽然有钨可以卖给日本，那当然就是透过某些管道，对，就是销售到美国，然后就是贴个牌子，然后再到日本去，但是价格一定会比较高，但你总比拿不到好。那其实我觉得车刀这个对日本来说还不是比较大的威胁。在日本有一个很独特的产业，就是好像六氟化钨，它是做半导体，就我们半导体的那个蒸镀这个过程，它非常重要，而且一定需要。对。所以现在台积电很麻烦，台积电现在因为日本已经没有办法供应，好像从最近开始，日本这家就表明没有办法再给台积电供应，所以台积电现在要到处去找这个东西。是现在其实这个环环相扣哈，这个没想到半导体也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现在全球供应链都告急呢，也看到最近有个新闻，就是美国的钨废料的出口量激增了24倍啊。那日经中文网也报道说，2026年1月到3月呢，这个出口量呢同比增长到了3倍。那其中呢，对日本的出口更是暴涨了24倍。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市场呢正在加速寻找替代供应的管道。那美国钨废料商JC Metals 的社长就表示，当然也有中国大陆的买家过来跟他们联系把钨废料呢要发往到美国加拿大、杜拜这些第三方，那可能会再由这些第三方再运到中国大陆去。而中国的买家呢给出的报价是高于美国交易的价格。另一方面，日本丸红基金研究所高级主任研究员叫李雪莲，他认为呢，2025年初以后中方不断收紧钨的出口管控，并且呢缩减开采总量。那么在供应吃紧还有进口重启的双重背景之下，现在中方企业呢也在积极的采购当中。而《金融时报》也报道说呢，就连川普，怎么跟川普也有关连川普家族相关的，就是资本相关的这些矿物企业因为这是跟川普的儿子有关他是间接投资了这个矿物相关的这个企业，那么也正在进行，因为大家都在抢钨嘛，所以呢，他是投资推进到这个哈萨克斯坦，要大型的钨矿开发相关的事业。好，那刚刚特别提到了，日本制造业现在受到钨的管制可能告急。那替代的管道之一，现在就是到处都在找钨其中之一是美国美国在这场钨矿大战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大使您觉得？一个可能的替代者，不过美国自身难保。自己能救好自己就不错。泥菩萨过江。泥菩萨能救我好自己，还要救日本，不太可能。刚刚那个邱老师讲的那个，就是说六氟化钨是美国、日本有2家大厂，一个叫关东电子，一个是中央硝子这2个公司大概生产全球六氟化钨大概21.7%的这个比重。那六氟化钨是制造芯片里面不可或缺的光刻胶类似的元件，这个重要原料之一。那这2个公司已经讲了，7月1号以后不出产了，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六氟化钨的供应大概中间的21%就断供了。所以美国前2天就出面替日本讲话，他说希望中国大陆网开一面。原因是什么呢？它会影响全球供应链的完整。对，它不是说要救哪，他说你这个全球供应链会断掉。那问题就变成说，中国大陆的芯片业也是蓬勃发展，会不会受影响呢？中国大陆一个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大陆本土出产的六氟化钨占的比重比日本还多，因为日本大概全年就是2000吨的产量，中国大陆目前已经有3200吨的这个产能了，产量跟产能。所以事实上，中国大陆六氟化钨已经得到了这个三星电子还有这条重要的芯片生产厂商的认证许可了。所以日本的这个停产可能就会被中国大陆的这个取代。所以过去这个就变成是日本用光刻胶卡其他国家，将来很可能是中国大陆的光刻胶是芯片产业日本日本因为日本的芯片产业不发达，对，是韩国，还有就是台湾，对，所以这个现在的问题嘛，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稀土的中国大陆的这个禁运已经让日本的有一家公司叫信越化学，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出产磁铁相关的产业的。你要知道，磁铁事实上在汽车、在发动机、在这些里面使用的非常的广泛。那信越化工已经说了，对不起，7月以后我也不供货了。那现在日本的汽车工业就恐慌，
尤其 Suzuki 啊，好多东西，它那个汽车上传统的这种燃油发电机里都需要用什么电池，就是说电池。所以日本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对，那中国大陆基本上在美国出面说你能不能给一点日本？那中国大陆讲说，我们对日本实行稀土禁运，主要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生，以及日本永和的企图。对，那所以就变成现在看起来，非要等这个高市早苗收回他错误的言论。如果没有收回的话，很可能日本的很多工厂就要断货，然后就停工。大使点到一个重点就是在这个经贸上面，我们看似好像是经贸这个供应链的问题，但其实呢，它更后面背后的是复杂的政治跟外交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中日关系现在真的是低到了一个谷点，好，那么真的是在谷底当中，所以呢，那就要看日本对中的关系是如何啊。可是短期看来是回不去了。那就算是刚才大致所说的这个美国出面求情像这个 Bessent 先前在南韩也跟中国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嘛，当时也曾经提到了稀土问题，那也特别呢对于中方对于稀土就是日方这个稀土禁运的措施呢表达关切。那贝森特呢也当然表达了希望北京改善这个相关的稀土政策避免说这个高科技设备还有全球供应链呢造成负面的影响。可是我们刚刚就讲了。中方会出此招，就是因为要反制美方所寄出的全球关税嘛。所以美国现在都自身难保了，泥菩萨过江啦，还帮日本去说情啊。刚刚我觉得大使有提到一个重要的关键字，那就是言论。那或许之后呢？你说美国怎么帮日本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川普有几次了跟高市早苗通电话的时候，可能有说，那你关于台湾这部分，你可不可以就有一点 self control， 尤其是在言论方面。所以或许之后美国的社会是把言论跟行动是分开的，因为美国非常清楚，川普政府非常清楚的政策是要盟友，包含日本、南韩等等欧洲国家。都要提升国防预算，所以这方面美国还是会继续鼓励日本这样继续做，但是或许同时美国会说，可不可以不要在国会一直说台湾有事，日本有类似的言论，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这样刺激大陆了？我觉得或许川普会采用他这种方式了，但是最终。都是中国的决定，对不对？不是美国说的就算了。所以，如果真的要说服中国解开这个限制的话，那要看最后中国的怎么决定了。但是我不得不说，台湾在这个大国家，不美国、日本、中国的这个大国博弈，我真的觉得台湾的位置非常非常危险，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牺牲掉。在去年4月，川普对全球发动了这个关税大战，美中经贸因此打得如火如荼。在经贸的领域在这边呢就有2张牌可以说是被打到了极致，包括了大豆牌跟稀土牌。那大豆呢是刚刚关系中国粮食的安全，还有美国农民生计，当然就是跟美国年底的期中大选很有关系还有是稀土呢，是掐住了美国军工的命脉，也是呢抗衡美国科技围堵的一大利器。而在今年，习川2人呢，预计总共会安排4次的会晤，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最快的一次就是在4月初。现在甚至还说呢，日期有可能会提前到3月31号这一天川普先访中，在北京和习近平进行元首会。那么南华早报呢，最近他们也披露了，美中似乎都有默契，准备把双方呢在先前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再延长1年倩姐怎么看在今年一整个2026大局之下的中美互动？现在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贸易休兵有可能会延长你也是这么认为吗？今年我觉得2国中间会进入一个好像春秋战国时代的报聘关系的报聘模式的年就是聘问模式。因为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呢，上半年的川普访华跟下半年的习近平访美，都是2国的元首亲自邀请的，所以它不会有什么变数。但是它中间可看之处还有很多。首先我们要说呢，整个大棋局里面，今年是一个绝对秩序的变动年。从2025年的4个主要的变动的这个基石被敲松软了以后。
2026年的1月3号又把整个的地缘秩序呢全部重新改写。WEF 在欧洲呢，也把地缘经济跟地缘政治相关的这些规则全部改写，所以你连慕安会议啊、慕尼黑的安全会议里面，大家都说旧的秩序已经没有了。所以当你有一个这么大的变动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你今天说马上就农历新年嘛，我们拿点中国人智慧来说，在这种聘问模式中间呢，就是几个大的强国中间，彼此有很多的征伐，有很多的这种在领土啦，或者是各种方式的对抗，但是他们中间也有一种会盟的模式，所以这个报聘模式、这个聘问模式里面呢，主要的目的就是上半年跟下半年就是友好访问，对，改善关系、巩固邦谊。这中间你刚才提到的2件事情，就是去年的2张牌啊，大豆、粮食安全、稀土、军工命脉，固然是不错。但是2张牌的强弱不同，是大豆有替代的产地，有替代的国家可以出口的来源，有替代性啊。稀土呢，有些有替代性，轻稀土有，重稀土呢勉强也可以建立一部分的小的替代性，但是全面的没有。好，所以说这2张牌的强弱不同，所以也就代表了两边实力可以谈判，在谈判桌上谈的不同。不过这2次的重要的聘问一边来一边往呢，它主要就是建立，如果你用西方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你的管控分歧的方式，你要建立和平的护栏，对，彼此能够在斗而不破的情况之下呢，继续管理放在引号里面的世界秩序，因为美国毕竟还是一个世界秩序的大国，所以在上半年跟下半年，我们要看的东西当然是什么人随行，就是说它一定会发生，但是它的看点还是很多的，很多的细节。什么人随行，它代表的是你去送什么东西，因为就像以前的这个聘问模式，第一个是聘使是谁，你派谁去出使，代表你要去讲什么题目。好，随行的人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还有产业大佬啦、华尔街啊这些，我们前面看到了李在明，看到了史坦默，都是这样什么人随行。第二个呢，就是你迎接的那个程序，好像交劳，以前我们叫做你去迎接这个外使来，你或者迎接外军来的时候，你用什么方式、什么层级？大家可以记得说，英国到了中国大陆的时候，那个层级和摆的那个阵仗应该是数百年前呢，英国认为他们作为最强大的国家的时候，所还没有见过的阵仗。对，那个规格规格非常高。最后呢，就是你还要送什么礼物，谈什么问题不一定会告诉我们，呈送的礼物一定代表很大的意义，同时呢，在国事访问员的国宴呢，也一定代表非常大的意义。所以我觉得今年上半年应该是在一个冷对峙、慢脱钩的这种过程中间呢，大家开始从可能在明面上面，你关税来，我稀土网，到了比较深层的实力为核心的一种缓慢的对抗，所以应该是非常有意义。而且不要忘了呢，第一个主场是中国。对，这个大棋局还有的看，而且是一整年虽然说现在马上2月就要结束了，接下来还有10个月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当然，现在全球最瞩目、最期待的，也就是4月要登场的习川会。那刚刚讲说大豆也好，稀土也好，如果说大豆跟民生相关的话，那稀土呢，当然就是跟军事安全、这个国防的战略科技都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好，最近也看到一个震撼的一个消息，就是美国 F-35战机呢一度传出说，因为稀土的供应受到阻碍，造成了交机出现了异常。甚至呢，连战斧飞弹的生产链都必须仰赖盟友回收废料来维持生产需要的板料这些相关的料件。那面对中方的稀土优势呢，川普也推出了所谓的金库计划，那也就是呢要砸下上百亿的美元来备料，而且呢还要来入股一些相关的采矿企业，企图要建立一个本土，就是美国本土的关键矿产的体系。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个稀土开采很容易，可是呢分离提炼的技术是非常难的。这一段产业链当中中国大陆方面呢还是有压倒性的优势，而且说到了稀土，其实时间是一个最重要跟最关键的因素。大使现在看到双方都在你防我，我防你，而且呢都在要做准备所以从现实的角度，时间这个因素来看您觉得美中双方在这个时间，大家都在抢时间，要做准备，做相关的哪些准备？那就是
外交准备啊，对，这是属于这个政策面的啊。还有就是你的物质上的准备啊，那你的稀土战打不打得起来？然后还有就是美国是不是能够下决心啊，把中国大陆的这个有关 AI 的这个高端晶片完全禁绝呢？那这些都是双方可以着力的。那更不要说在相关的区域或者说是一些冲突里面，那直接对立也都有可能啊，也都有可能啊。所以其实美中关系，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我甚至不用一年来看或2年来看，我用每个月来看，因为每个月有变数，都可能影响美。现在要拉近到每个月的进度。因为以川普的作为来讲，川普是这个，我不能用星座，不要用星座好了。川普是这个，他是怎么讲？变化性很强的。哎，他可以昨日种种，去如昨日死啊！哎，今日种种如今日生啊！今天就是从开始，过去历史全部消失了，对不对？然后就重新开始。所以就跟卡尼讲，川普的这个他所主导世界是这种断裂式的，他没有演进的过程，它不是一个 evolution，它是一个断裂切断，无规则可言。对，就是说很剧烈的啊。那所以我觉得，我看到今年的美中关系的话，其实我看几个重要节点啦。当然4月之前，2月通了电话，那么在4月之前看起来变数不大了，变数不大了，先稳住，对不对？因为美国做了2件大事，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到目前为止做2件大事，第一个入侵委内瑞拉，对，第二个准备修理伊朗，这2件大事都没有影响到美中关系。在委内瑞拉的问题上，虽然中国大陆的这个有关要运往中国大陆的邮轮也被美国截了，那中国大陆并没有大动作的反应。那事实上，美方还在讲说，中国大陆油公司已经开始买由美国油公司供应的委内瑞拉原油，所以这个基本上中国大陆是什么讲的？用应变的方式，用这种而不是用冲突方式来看这个问题。那基本上也尊重了委内瑞拉这个国家他自己的选择，因为委内瑞拉本身现在跟美国正在进行各种实质方面的谈判嘛，那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没有造成美中之间冲突。现在伊朗的问题也没有造成美中之间大的冲突，所以川普是在没有中国大陆的这个干预或者说插手之下，他在这个很舒服的自己解决了2个美国大的问题。那所以这2个问题没有赢，可是4月的时候就要看双方现在要谈的问题啊，双方的团队在谈的问题。我认为最主要是台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会不会有一个大的大家有一个冲突？对，因为 Foreign Affairs 最近又写了一篇文章，他的立场就是说，美中关系里面最危险的一个隐性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建议美国是要用务实的方法把台湾的问题做一个怎么讲呢？一个务实的一个妥协，大概是这个角度看问题。这个我就认为就跟去年底那个所谓的兰德公司的他直接讲说美国应该支持表态支持两岸渐进式的和平统一，我觉得这个中间它都有关联性。那这个整个在改变这个所谓的议程的，还有这个讨论议题的这个本质的，我觉得是中国大陆施压。那中国大陆借着美国现在这一片这个变化当中，可能在台湾问题有很积极的这个提案，要美国来接受。所以我认为4月会影响未来的走向。也就是说，当中变数有很多，可是呢，台湾问题绝对会是一个变数中很关键，会影响或左右的一个因素，对不对？对。那现在刚刚讲到说，美国那川普这边呢，非常在意的，当然就是年底的期中大选了，一定要选得好，不然的话就提前跛脚了，甚至呢，可能他的这个权利也好，或者说相关的一些后续的政策都可能会备受挑战但现在一整年2026美中关系要如何变化呢？有一个时间点。就是刚刚提到的11月的美国期中选举，对川普来说，对中政策从来不是只是一个外交议题或者是选票的工具特别是在选票上面，他很在意的。可是选举跟美国内部的经济，我记得 Russ 有提到对外美国国民最在意的，其实
你外交做得如何那是一回事，可是我的民生、我的生活最要紧的啊。经济数据如果弄得不理想的话，恐怕会影响到就是直接的选举行为。所以，如果经济数据不理想的话，你觉得川普会怎么样？是在打关税的这张牌上面，会再打其他的招数吗？目前我认为，万一经济数据不好的话，比如说进入夏天，美国夏天的时候，就是离选举3个月时间左右，川普应该不会再调高关税了，因为我认为他幕僚团队会向他说，你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再造成这个生活费会提高，而且在选举前。你这样做有点危险，所以即使数据不好的话，我觉得川普还是会直接责怪民主党好了，他不会再允许，因为这个调高关税是去年他第一年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在今年，我认为是应该不会。如果他觉得，比如说中美这个贸易的一些共识是中国没有达成，比如说购买大豆和其他的目标的话，我认为明年川普就会开始再次跟中国打所谓的贸易战，应该不会在今年，但是明年的可能性我还是认为是很高的，因为如果进入明年，你刚刚说跛脚，那就是川普剩下的最后2年，对，那个时候他可以打中国牌。第一，他不用关心选举，而且他是会考虑他的历史地位，对不对？所以如果他那个时候认为我要留下的在外交方面的历史地位，除了解决那么多战争的话，我是为了对抗中国是最强硬的总统。如果他有这个想法的话，那应该不是今年，可能是明年才。所以就是会等到期中选举以后。对。如果真的要再走向一个比较对立的状态的话，至少是会等到选完。因为今年你搭这个中国牌，我觉得比较是没有用。你说因为中国宗教自由或打压台湾等等，这个应该今年其中选举不会吸引票。那你觉得刚刚大使也特别提到说，变数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是台湾问题啊，美方尤其是川普会怎么样的谨慎或小心翼翼的处理台湾？其实我觉得中美关系之间的议题，其实对我来说都是相当的 equal。都很重要，不管是台湾议题或中国跟日本或南海等等，我觉得这些议题都是有危险性，就是说你不知道是哪一个议题会在中美关系之间会是关系恶化的因素。我觉得都有可能。